小公寓呢？恭喜宿主绑定了恶毒女配攻略系统，我是系统1414号，竭诚为您服务。什么玩意儿？幸运，你回来也有3日了，我知你心情不好，可你这样不吃不喝，总归不是办法，好歹勉强吃些，总不好这样糟蹋自己的身子。叶星月脑中骤然浮现出一段段不属于自己的记忆，痛欲猛地袭来，令叶星月难受地抱住头。不曾想，这样的动作却被女子误以为他不愿听自己说话。女子悠悠地叹了口气：若你真的不愿留下，好歹把饭吃了，晚些你大哥回来，我让他送你回林府，只要林家愿意收留你，我便没意见。但见叶星月还是没有开口的意思，叶母的失望愈发浓郁，终是关上了房门。而叶星韵也总算是理清了全部的记忆，他叶星韵穿到了一本名为《全都给我狠狠宠》的真假千金小说里。现在他穿越来的节点是原主被丢回叶家第3天。这几天原主一直闹着节食，非要回林家，见他们不同意，就想来个1哭2闹3上吊，结果玩大了，没力气下来，直接给自己吊死了。1414号系统，宿主大大，我在。你刚刚说你是什么系统来着？恶毒女配攻略系统。那是干啥的呀？简单来说，需要宿主大大按照原剧情将世界延续下去，否则世界线崩塌，这个世界就会毁掉。原主那不是作死吗？我那么做的话，得死得多惨啊！没关系的，宿主，你死得越惨，奖励值越高。我都死了，要奖励有个屁用！别给他画大饼。不是的，不是的，只要您完成最终任务，在您死亡后，系统可以送您回原世界，所有奖励也会发到您的原世界。哦，这倒是有点意思。什么奖励？您可以带回系统送您的空间，以及系统额外奖励您的10亿元。10亿？瞧你这话说的，我是看重奖励的人吗？主要是恶毒女配这活我爱干，而且我干的可好了。系统表示，要不咱先把资质的大牙收回去呢？对了，你刚说空间？是的，鉴于系统检测到宿主是意外被拉进来做任务的素人宿主，特此破例送您一个灵泉空间，算是补偿。叶星韵的手腕上瞬间多了一个羊脂白玉的手镯。宿主大大只要将指尖血滴上去，便可以激活空间。提示：因空间能力强大，开启会伴随一些后遗症，请问宿主是否还要激活？后遗症？什么后遗症？这个根据资料显示，每个人体质不同，后遗症也有所不同。不过我这里有系统商城，无论什么后遗症都可以治愈，就是需要累积恶毒值兑换积分购买。得知可以治愈，叶星韵便再无顾忌，咬牙割破手指，将血滴到了白玉镯上。下一瞬，叶星韵便被吸进一个山清水秀的空间。一个茅草屋耸立在空间正中间，西北方有一汪泛着亮光的清泉，东南方则是一片没有开垦过的土地，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怎么说呢，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宿主大大别急，空间是可以升级的。怎么升级啊？系统商城里面有个升级精粹，10滴1级，空间一共可以升5级呢。我肯定是上当了。深吸一口气，叶星韵挥手从空间中撤了出来。你直接把恶毒值什么的都给我讲一遍吧。只要宿主大大按照原剧情做恶毒的事情，就可以累积恶毒值，每1万恶毒值可以兑换1积分，升级精粹20积分1滴。不过宿主大大也不必担心，你每天的任务最少要累积1000恶毒值，所以还是很快的。这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吗？唉，不过事到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再说，只要死了就能回去，还有10亿元。突然就觉得干劲满满。但是话又说回来，叶星韵蹙眉检查了下自己的身体。不是说有后遗症吗？我怎么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啊？难不成是有内伤？宿主大大稍等，我给您检查一下。检查完毕，您身体很健康。哎，那后遗症？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可能宿主大大您是万里挑一的幸运体质吧。我要是幸运还能穿来这个鬼地方。不
过有一说一，要是不信，也没有这么丰厚的奖励。要不要喝点水？默默地接过碗。童啊，这人谁啊？好帅好养眼啊！这是你二哥叶月辰。什么声音？叶月辰眉头轻蹙，狐疑地看向叶星韵，却发现他并未开口。是幻听吗？叶月辰？哦，就是那个年纪轻轻成为丞相，然后大义灭亲，跟皇上谏言我的罪证，还有下大狱，后又因为林月清想要给太子铺路，故意栽赃他通敌叛国，最终落得五马分尸下场的倒霉蛋。什么？叶月辰呼吸一滞，一贯温柔的眼中浮现一抹错愕。怎么回事？难不成我听到的是叶星韵的心声？那他的话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会成为丞相，还会跟圣上谏言他？为什么？而且他为何还说月清会害我？还有，跟他说话的那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声音又是谁？一个个疑问让他迫不及待想要询问，可话到嘴边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口，不死心的再度尝试。一股窒息感猛地传来，险些让他喘不过气。好在叶月辰反应迅速，直接放弃要询问的想法，这才恢复正常。宿主大大，他是不是倒霉蛋我不知道，但你要是再不刷恶毒值，今天可就要过去了。宿主的恶毒值太低，系统会自动开启惩罚机制，电刑。累积3次会降下天罚，3道雷击。而根据我的推算，宿主大大您现在的身体素质连1次电刑都扛不过去，若是死亡会连带灵魂一同消亡啊！突如其来的噩耗吓得叶星韵一口水直接喷了出去。你怎么不早说？看着手里的碗，叶星韵下意识就要砸。宿主大大，您怎么还不砸呀？砸个毛啊！你看看家里都穷成什么样了，再砸下去我都担心自己还有没有碗吃饭。你给我喝的什么东西啊？知不知道我从前喝的都是奶茶，再不济茶叶也该有吧？就拿白水糊弄我，你们也好意思说把我当家人？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刷恶毒值。那他前几日胡闹，莫不是也因为这个？只是他之前说的那些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奶茶是何物，若你当真喜欢，待我发了工钱，可以给你买些回来。虽然不清楚叶星韵心中所想是真是假，但总归知道了他胡闹的缘由。既然不是出自真心，那就由他吧，总比他受那老石子的电刑和雷击要好。晚饭已经备好，你可要与我一同过去，还是我给你送进来？童啊，我这二哥的脾气这么好吗？我都这么无理取闹了，他还顺着？其实叶家人都不错的，否则也不会被林月清骗得那么惨。有道理。话说我这恶毒值还差多少？稍等，我帮宿主大大查询一下。出来了，恶毒值已刷66分，距离今天任务进度还剩下934分。差这么多分，那还犹豫个毛？叶星韵当即站起身，我跟你一起，免得你们私藏什么好东西不给我。月辰，你可问了他如何说的？是留还是？他怎么可能留下？要我说，您都多余让二哥去。老三，叶月辰眉头轻蹙，正欲呵斥。我就说你们都巴不得我走，那还装什么呀？一个个面上像个人似的，背地里怕是恨不得我早点死了吧？你这个最激动最不待见我的，就是叶老三叶月舟了吧？不过说来也是，林月清几乎是他带大的，冷不丁的告诉他妹妹换人了，他肯定受不了。就是不知道后来他被林月清拉着挡刀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说他会不会有一点点后悔给我这个亲妹妹下毒啊？宿主大大，我觉得应该不会，毕竟你在他心里十分的恶毒。好了，别说了，说的我都觉得他挡刀活该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听了叶星韵的话，叶月舟又气又恼。月清是他带大的，他怎么可能会害他？我胡说？难道这个家里不是你最想把我送走吗？你装什么呀？最不想换的人，怕是只有你吧？我说的不是这个，你凭什么说？质问的话还没说出口，叶月舟便感觉一阵窒息感弥漫心头。看到他这模样，叶月辰顿时猜到他也跟自己一样，能听到叶星韵的心声。当即上前按住叶月舟的肩膀，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提醒道：
别想着问星蕊心里想的事情。二哥说什么？叶星运心里想的事情，什么意思？难不成刚刚那都是叶星运的心声？薛周说话不过脑子，但他没有恶意，你不必和他一般计较，先坐下吃饭吧。啊，对，先坐下吃饭。你好几日没吃饭了，身子骨弱，多喝点鱼汤补补。完了，童子，我突然有点于心不忍了。默默地吃着碗里的米饭，叶星运垂眸敛下眼底的纠结。哎，其实叶母才是最可怜的吧，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回来还各种作妖，为了能让亲生女儿开心，不惜拿自己买药的钱给她玩乐，最终还因为林月清的一句谎话，误以为女儿掉进河里，傻傻的去寻找，落了水导致病重，年纪轻轻就去了。确实，叶母算是最无辜的，可那也是林月清作孽，跟宿主大大你没有关系啊。你要这么说的话，貌似也对啊。哇，这鱼汤真好喝，一点都不腥。宿主大大，注意你的人设 ，OOC 是要扣分的哦。几乎是瞬间，叶星运就变得面无表情，甚至还时不时的皱眉。若非他吃饭的速度快到几乎要出残影，怕是真的会被人误以为他不喜欢吃。星运，慢点吃，别被鱼刺卡到。叶母见叶星运吃得香，又听到叶星运的心声，知晓他并非讨厌自己，心情都不自觉好了许多。很快，叶星运一碗饭见了底。做了什么东西这么难吃，也好意思给人察觉到众人灼热的目光，叶星运白皙的脸颊瞬间染上一抹红云。童子，救我！场面过于尴尬，宿主大大您自求多福啊！帮不上忙还没有义气的家伙。忍了许久的叶家老四叶月安终于没忍住，低低的轻笑出声。宿主大大，他在嘲笑你哦。他还好意思笑我？明明是个最有心计的人，结果让林月清耍得团团转。好不容易赚来的万贯家财都给了林月清不说，还被忽悠的揽下了皇商之职。问题是穷的叮当响，谁跟他合作？最终完不成皇帝给的任务，落得个斩首示众的下场，简称没脑子的玩意儿。没脑子的叶月安不嬉戏。叶月辰抿了抿唇瓣，目光扫过尚不知晓结局的爹和大哥，心中多了几分计算。既然你不喜欢鱼汤，明日便让大哥去山里给你打些野味解馋。大哥，看这身材，不愧是日后当将军的，真结实。他日后给宿主的一剑也贼结实。说得好，下次别说了。再说，就算他给我一剑又如何？他的结局也没好到哪儿去啊。是啊，太子忌惮他手里的兵权，林月清为讨太子欢心，就将叶月轩叫到府里，美其名曰是吃顿便饭，谁知竟是鸿门宴。可不咋的，林月清在饭菜里下了令人发狂的毒，引诱叶月轩在众人面前失态，不得不交出兵权。但就算这样，林月清还不肯放过他，竟让他去驯兽，说是为他好，实则让他被世家大族当作玩意儿取乐。叶月轩颜面尽失，驯兽时一个不察，被老虎当场掏了心。光是想想，叶星运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既然你会打野味，早怎么不给我打？我知道了，你肯定也跟他一样不待见我，是不是？我没有。没有什么没有，我看你们都一样，面上装的像个人，实则没有一个人喜欢我。既然这样，你们非要把我接回来干什么啊？你是被林家打包送回来的，不是我们接的。吵得太嗨，把这茬给忘了。气氛再度变得尴尬。叶星运脚趾忙碌地抠着八比城堡。童子，还有没有什么把柄？你快给我一个怼他的理由。稍等，宿主，我这就帮您搜索一下。一旁的叶父在叶月辰的眼神示意下，沉声训斥：叶舟，不许欺负你妹妹。带着几分沙哑的嗓音，引得叶星运侧目。这就是我爹，颜值的确不错，难怪能让曾经视为千金的我娘死心塌地。可耻啊，他还十分深情嘞。
叶母去世后就一直守在坟前，虽然孤独，但至少能终老。可偏偏林月清那个不安分的，非要缠着太子出门狩猎，结果遇到黑熊，两人逃亡的路上看到了叶母的坟，林月清那个缺德的直接将墓碑推倒，恰好狩猎回来的叶父看到了，加上一旁的黑熊还在暴躁怒吼，顿时被误会。叶父愤怒的攻击黑熊，黑熊也不甘示弱，结果就是两败俱伤，林月清得利。若只是这样就算了，他甚至不给叶父收尸，还不帮叶母把墓碑扶正，简直太丧天良了。哦吼，没看出来你还是个蛮有正义的小筒子嘛。那是，虽然人家是恶毒女配攻略系统，但不代表人家是坏的。这话说得颇为骄傲，令叶星运有些忍俊不禁。那既然林月清那么恶毒，为什么还能当主角？因为这本书原本三观也不正，就为了写出林月清的团宠日常。至于其他的，不过都是林月清奔向幸福生活的垫脚石罢了。我勒个了了，不是主角就这待遇，太过分了。没办法，设定如此，统统我也很无奈呀。听到叶星运全部心声的叶月辰身侧的手不自觉紧握，眼中迅速划过一抹晦暗。是啊，林月清的幸福生活却要我们一家人的命做垫脚石，凭什么？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你知道什么？你凭什么如此说？什么玩意儿？我说啥了？这会抽什么风？不知道啊。月州，从你回来那日起，便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家里人为了迁就你，百般委屈自己，你倒好，不感恩，还在这里到处挑事儿。我告诉你，你若再说……宿主大大，我搜到了。叶月舟小时候贪吃，结果家里没油水，上不出来茅厕，憋得肚子大大的，然后跟小朋友玩家家酒的时候，被强硬的当成孕妇，气得他自己找了根小木棍抠，结果力度没控制好，一整个戳进了菊花里，疼得他直接掉进了茅坑。还好叶父回来的及时，把他捞了起来，又给他煮了野蜂蜜水，这才把他的孕肚消掉。这个什么桶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连这种事情都知道？笑什么笑？不可理喻。叶星运的笑容犹如魔音穿耳，让叶月舟的脚步愈发迅速。好半晌，笑到腹痛的叶星运才努力压下笑意，抬手擦了擦眼角的泪花。我知道你们对我有很多不满，但是我肯定改不了，所以就辛苦你们改改吧。望着叶星运的背影，叶月辰当即给大哥叶月轩递了个眼神，示意他去将叶月舟叫回来。老二啊，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啊？具体如何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我给他送水，准备询问他时，便发觉能听到他的心声。我试过要询问，但一有这个想法就喘不过气来，直到放弃才恢复如常。想来可能跟他所言的那个系统有关吧。原来如此，那他心中所想可是真的？这肯定是假的。月清是我看着长大的，他是何为人，我会不清楚吗？他绝不可能做出那般恶毒的事情来。说实话，我也不确定是真是假，但至少有一点能证明，便是那系统绝非简单的存在。这一点从他可以查出3弟幼年之事就能看得出来。这件事此前除了叶父和叶月舟，家中再无人知晓。这也不能说明他们说的就是真的。其实想印证他是否真能预测未来也并非难事，只要试试叶星运是否能预测出近期的事情，便可知晓他所言是真是假。我看你们就是瞎操心，说不定那个什么桶只能查之前的事情，刚刚叶星运所做的一切都是故意为之。如果你说他故意为之，那他这般做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对呀，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说不定是为了给我们添堵。对，肯定是这样。他不是要刷什么恶毒值的吗？叶月辰表示懒得理会自我安慰的傻弟弟。就按照你的办法，我们试试看。若叶星运真的能预测未来，那他必得早早防范才是。好，那我去做些准备。看着兄弟俩就这样做出决定，叶母不由得蹙起眉。我知你们因星运这几日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但无论如何，她才是你们的亲妹妹。我希望你们就算不喜欢，也不要欺负她。母亲放心吧，星运既是我们的妹妹，我们自不会委屈她。月清从前在家中是何地位，星运便是如何，甚至更多。
月州，你与月清关系最好，但也不可以欺负星运，明白吗？谁欺负他了？分明是他做的过分。叶月州对上叶母满是担忧的目光，到底是没忍心拒绝。好啦，我答应，只要他日后不过分，我便不与他计较。这怕是够呛。此前我听他与系统所言的意思，是他必须要积累恶毒值，否则便会受到电刑与雷击。而他所做的恶毒事情，便如同今晚一般，各种找事儿给人添堵。什么？老二，你说的是真的？那星运他……娘，您先别激动。我知道您担心他，但星运现在应当不会有事。日后我们配合着些，由他给我们添堵，想来他便不会受罚。此话当真？如果他与那系统说的都是真的，那便是真的。那便好，做不过是闹些脾气，大家让让他也就是了。对此，除了叶月州以外的叶家人均表示赞同。不过叶月州明着也没说什么，只是心里愈发觉得叶星运就是用了什么手段，让他们听到他的心声，好针对月清。他是不会让叶星运得逞的。也就是说，我都这么作妖了，今天的进度还差300多。是的，这恶毒值怎么还那么难搞？总不见得我要出去杀人放火吧？其实没那么难，只要宿主搞点人身攻击，让人生气的话，恶毒值会更高。人身攻击？你觉得除了穷，我还能攻击他们什么？叶家几个儿郎个个都是好样的，若非叶母生原主的时候难产伤了身子，每月必须要吃药，加上林月清身子骨弱，经常生病，叶家园也不至于穷成这样。烦躁地挠了挠头，叶星运环顾四周，寻找着能砸的物件，打算先把今日的 KPI 完成。算了，还是研究一下怎么人身攻击吧。迈步走出房门。哟，这叶家人是背着我开小会去了。听到叶星运新生的叶家几人，心中都多了几分慌乱。宿主大大，这也没办法，谁让你天天作妖，他们会想办法对付你，也是正常的。对付我？童啊，你只是说我死了就能回去领奖励，貌似没说时间吧？好像的确没有。那我明白了。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既然没有规定时间，那我早早的作死，不是就能尽早的回去了吗？啊，你就说你那，我记得你学过木匠活吧？正好给我打个芋头。现在已经很晚了，不如明日我再……什么明日？晚上怎么了？你睡得着吗你？我不洗澡我就睡不好，赶紧的，有这磨磨唧唧的时间都做好了。还有你也别闲着，去给我烧水。你去给我找点皂角来。至于你嘛，我记得你有一身衣服是去年新做的，拿出来，让娘给我改改，我当睡衣穿。你说什么？大半夜不睡觉，你让我们给你做这做那就算了，还想要二哥的衣服？你知不知道那是二哥考试时要穿的？我知道啊，那又咋了？那又咋了？你，我再说一次，那是二哥考试时穿的。他不是考完了吗？年末还要考秀才呢。那是年末的事情了，跟现在有啥关系？大不了到时候再给他接块布。你别你我的，赶紧烧水去，磨磨唧唧的，还考试，家里这情况，你怕是连考费都凑不出来。是啊，家里穷，今年又欠了那么多债，活下去都是问题，哪里还有闲钱给二哥交束修和考费？猜到叶月舟心中所想，叶月辰伸手拍了拍他的肩，无声地安抚着。叶月轩拿起一侧的斧头，大步朝院外走去。叶月安也没多说什么，从院子一角拿了些晒干的皂角，捧着石臼坐在叶星运身边开始凿粉。就连叶月辰都从房里拿出了衣服交给叶母，可以说除了叶月舟，没人对叶星运有任何意见。对此叶星运不懂，叶星运大为震撼。童啊，我记得你说只有他们越生气，恶毒值才会越高。是的，如果对方不生气的话，获取的恶毒值会大打折扣。问题是他们也不生气啊，我都这么无理取闹了，除了叶月舟以外，竟然没有一个人说我半句，这合理吗？就刚刚自己那个德行，叶星运都恨不得给自己2个大嘴巴子，结果叶家人竟然接受的如此良好，不理解也尊重不了一点。这个可能他们觉得女儿好不容易回来，想着能顺从就顺从。可是这样，
我的任务起飞完不成了。没事的，宿主，您今日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好嘞。是夜月舟的愤怒值过高，加上您的话还戳到了他脆弱的自卑心，让他觉得自己没用，不能替家里分担，所以您的任务不仅完成了，还超额了不少哦。闻言，叶星运当时眼前一亮，连带看厨房里的夜月舟都顺眼了不少。叶星运已经暗中将夜月舟列为固定刷恶毒值的角色。叶家众人得知叶星运完成今日任务，纷纷松了口气，同时众人意识到他们日后得稍微配合着些，以免叶星运生疑，也防止叶星运会完不成任务。不多时，叶月安将碾碎的皂角粉放在小木盒里，推到叶星运面前。那今晚你先拿去用，明日有时间我再给你熬一锅皂块。察觉到叶星运一直盯着他，小妹怎么这般看着我？当然是因为你好看了。心里这般想着，叶星运面上却是一脸嫌弃。谁说我看你了？咋那么自恋呢？我在研究皂角粉够不够，闲得慌就再给我弄一点。有一说一，叶家人的样貌真是一个赛一个的好看。宿主大大，你别被他的外表迷惑了，其实他就是个阴险的笑面狐狸，面上笑意盈盈，指不定心里憋着什么坏呢。而且后期找大批杀手来日日吓唬你的就是他。谢谢提醒，一下就祛魅了啊。看来叶星运各种作恶跟这个系统有着脱不开的关系。你都回来几日了，一直在屋子里面闷着，明日要不要同我去镇上走走？去镇上？貌似的确该去一趟，总得想点赚钱的法子。就算日后要死，现在也得生活，这样清苦的日子我可过不了一点儿。叶星运下意识便要点头，随即猛然意识到不对。等等，系统，明日是不是有讨债的上门啊？是的，宿主大大，明日讨债的上门，因家里拿不出钱，叶父的腿都被打断了。尽管林月清来得及时，但叶父的腿还是落下了病根儿。要不是这样，后期遇上黑熊的时候，也不至于因为闪躲不掉而被熊掌拍到。叶月安的动作微不可察地顿了顿，叶星月目光落在正与叶月轩一同做浴桶的叶父身上，此刻他正仔仔细细地打磨着浴桶的四周，每个角落都没有放过。尽管脊柱被生活的压力压弯，却依旧坚挺着撑起家中儿女的未来。这样的人不该有如此凄苦的下半生。明日我就不去了，四哥若是领了工钱，顺便给我扯几匹布回来，我要做新衣服。做衣服？怎么，你有意见？还是说你舍不得？也是，换做林月清的话，想必四哥会毫不迟疑的同意吧。不知为何，虽然叶星运仍是一副蛮不讲理的模样，但叶月安莫名觉得比之前几日的哭闹要可爱得多。我只是在看小妹身上衣服的颜色，想着要给你带何种颜色的布料。好嘞，这剧情走向是不是不太对啊？按理说他不是应该训斥我吗？怎么答应的如此痛快？难不成他是想要在布料里藏针扎我？很有可能，毕竟他是最有心眼子的一个，宿主大大一定要防备他。你说的对。心眼子颇多。月安表示，这个系统最好祈祷没有实体，否则他一定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在这离间人心。1个时辰后，叶星运如愿泡上了热水澡，温暖舒适的感觉令他出来议事的恐惧感以及要做任务的压力感都消散了不少。屋外，叶家几兄弟围坐在石桌旁，等着叶星运沐浴后帮他倒水。我刚刚听他与那系统说，明日讨债的会上门，还会打断咱爹的腿。哦，此言当真？不知道，他与那劳什兹系统是这么说的。明日大哥本打算去狩猎，我和老三要去上工，月安则是去镇上取前些时日帮忙理账的工钱。家中没有男丁，若真有催债上门，的确只有爹能应对。不是，你们还真信他？要我说，这分明是他使的离间手段，真不知道你们是疯了还是傻了，竟然这般相信。月舟，小点声。大哥，你也向着他。叶月舟不禁有些委屈，那叶星运到底是给他们下了什么迷魂药？她是我们的妹妹。我才不承认。叶月轩猛地将手里的茶杯放在桌上。无论你认或不认，她都是我们的妹妹。我知道你与月清感情深，但这不是你可以否认星运身份的理由。你可以不喜欢星运，可她始终是你妹妹，你身为她的三哥就该护着她，
我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必须把这点给我记牢了。哦，看出他的不服气，叶月轩还想说些什么，却被叶月辰抬手阻止。老三的性子强迫反而适得其反。这样吧，明日我与老三正常上工，老四你早去早回，大哥你便留在家里，反正晚一日狩猎也不碍事。至于星运的心声到底可不可信，过了明日便可见分晓。能听到叶星运心声又无法说出口的时候，他心里半点不信是不可能的。可若叶星运的心声都是真的，那他这么多年对月清的维护算什么？他真的不愿相信跟在他屁股后长大的小丫头会是叶星运口中那个诡计多端的人。叶月舟心中被无尽的纠结与复杂所包围，让他逐渐喘不过气。月落日升，淡金色的光芒照耀在大地上。叶母做完了早饭，本想去叫醒叶星运，却见他四仰八叉躺在床上，睡得十分香甜。娘，月辰啊，你这是要上工去？是，小妹又闹着不肯吃饭了？没有，她睡得沉，我不忍心叫她，便让她睡吧。你吃过早饭了吗？吃过了。娘，你也早些去吃饭吧。好，你与月舟路上小心，早点回来。微微颔首，叶月辰叫上叶月舟，大步朝镇上走去。看着吃了饭却没有动身打算的叶月轩，叶母不禁有些疑惑。月轩，你今日不是定了要去山里吗？狩猎用的箭不够了，我再做几支，明日再上山。也好，那你今日做完便好好休息。说罢，叶母拿着绣筐坐到了院中，动作熟练地做着绣活。叶元安吃过早饭，便打算去镇上，早早领了工钱，也好早些回来。月安，娘，你要去镇里？是，今日该领工钱了。月安，你来。摘下发髻中的银簪，叶母将其塞到叶月安的手里。这个你拿着，请你晚些再去镇里。唉，星运回来什么都没有，你拿着银簪当了，他喜欢什么你便给他买些，不够的你先垫上，回头娘再给你。娘，您这是做什么？星运既是我的妹妹，给她添置一些东西便是应该的。您这簪子便好好留着，我领了工钱自会给她买的。月安，您别说了，若是小妹知道，怕是也不会同意的。闻言，叶母心中多了几分酸涩。是娘无用，苦了你们兄妹了。娘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们从不觉得苦，只要爹娘都在我们身边，日子怎么样都是好的。你呀，惯会说些好听的哄我。你少拿这样的说辞来搪塞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家那个病秧子还能吃上白米粥呢！赶紧把银子交出来！骤然坐起身，叶星月茫然四顾，这是哪？他是谁？平日里我这里有什么，你们不是比我还清楚？我不过昨日才买了些白米给燕儿补补身子，你们今日便闻着味儿过来了。不知道的，怕以为你们是蝗虫转世呢。就你家老大那身子，补的有什么用啊？就知道浪费银子，早点死了还省得耽误家里呢。你说什么？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嘿，你还来劲儿了？别忘了，你是沈家的儿媳妇儿，有什么好东西都得紧着主家。娘没吃上的，轮得到你家那个残废吃吗？赶紧把米交出来！烦死了，大清早的吵什么吵呀？星运醒了，是隔壁，隔三差五就会这样。早饭都热着呢，我让你四哥打水，洗漱下先吃饭。对上叶母温柔的神情，叶星运火气消了几分，随意的摆了摆手，随便吧。隔壁，我想起来了，是不是原本跟李月清有婚约的那个病秧子？是的，不过准确来说，现在病秧子是宿主大大你的未婚夫哦。叶星月脑中回忆着关于病秧子的剧情。我记得这病秧子是被气死的吧？是的，按照剧情，沈家的亲戚各种欺负他们家，就算是一枚铜板都会被搜刮走。那沈家亲戚就趁着沈母出门的时候，硬生生将病秧子气死了，甚至死后连棺材都买不起，还是叶家老三求了林月清才拿到了几两纹银，勉强算是给他葬了。病秧子的爹娘就这么任人欺负？没办法呀，古代孝道大于天，病秧子的爹又是个老实巴交的性子。说的也是。缓步来到矮墙边，打算凑近看看热闹。看到叶星运时，少年显然愣了一瞬，随即再度止不住的咳嗽着。
叶星韵心中多了几分不忍，下意识翻墙跳进隔壁，好心的帮他倒了杯水。空间里的灵泉还不知道有何功效，不如……叶星韵不动声色的往水杯里兑了些灵泉水，喝点水。沈君言咳得难受，也顾不得旁地，接过水3两口便一饮而尽。清凉的水通过喉间落入胃里，竟是令他原本灼烧的嗓子瞬间好受了许多。非但不想咳了，就连胸口内的郁结仿佛都得到了舒缓，眼底泛起一抹惊讶。少给我废话！你要是再不交出来，就别怪我自己动手搜了。你敢？你看我敢不敢？我告诉你，我身后可是你婆母。沈君言脸色再度难看起来，身侧的手无声紧握成拳，却终究无力松开。叶星韵下意识便想要安慰几句。警告，检测到宿主的想法，请注意人物性格，不可 OOC， 否则将会进行惩罚。什么声音？多谢叶姑娘送的水，不过你在我屋里，毕竟与理不合，被他们看到，怕是要说闲话的，污了姑娘清誉。不若姑娘先回去呢？依照往日的情形，怕是那几人就要冲进来搜刮了。叶星韵却没急着离开，只是漫不经心地环顾四周。有一说一啊，这沈家跟叶家还真是一家比一家穷啊。这不是正常的吗？这种时代有钱的也不是很多呀。没钱的日子我可过不下去，我能想办法挣点钱不？我查了一下，这不算 OOC， 只要不耽搁剧情就行。按照你的说法，只要我不影响原本的剧情，做什么都可以了。是的，不影响原本剧情，不脱离人物原本性格，宿主大大想做什么都行。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就会玩了。不是，这都算 OOC？ 是的，沈君言也算是原剧情里的人物，且他的死因也算是原主推动的。要不是退婚的事情加重了打击，沈君言是不至于彻底没有信心的。造孽哦！可叶星韵刚刚分明没有开口，那他听到的是什么？莫非是叶星韵的心声？家中琐事，让你看笑话了。回过神，叶星韵下意识摇了摇头，随即想到了什么，不满地蹙起眉。你还知道你家是笑话？大早上吵吵巴火的，我都没法睡觉。睡觉？沈君言挑眉看了眼窗外，现在应当已经辰时3刻了吧？看什么看？我睡得晚不行啊？我并非这个意思啊。叶星韵弯腰拿起沈君言床下的小布袋，果然是百米。喂，你刚刚说感谢我送你的水，口说可不行，要不就拿这个抵了吧。听到叶星韵心声的沈君言不太理解 OOC 是什么意思，也不清楚他们说的剧情和人物代表什么，但莫名感觉叶星韵并没有恶意。正欲说些什么，就见叶星韵直接将装有100米的布袋扛在肩上。当然了，你拒绝也没有用，100米归我了，拜拜。挥了挥手，叶星韵利落地从窗户翻了出去。是个很有意思的女孩子啊。木门骤然被推开，沈母踉跄地被推了进来。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把好东西都藏在这病秧子的屋里，赶紧交出来！一边说着，女人一边还不停地翻找着。张氏，你别太过分！过分？你藏着好东西不孝敬婆母，你还好意思说我过分？滚开！哟，好热闹呀，这是干嘛呢？你就是叶家刚找回来的亲闺女？听说你前几日是被绑着丢回来的，看来是很不受待见呢。原本我还不信，如今竟然是大早上的扒人家墙头，难怪呢。换做我呀，怕是也不敢要这样的闺女，指不定什么时候做出丢人的事儿呢。住口！沈君言恼火呵斥，看向张氏的目光满是厌恶。哟，这还护上了，看来是早就勾搭上了呀。张氏，你给我闭嘴！我儿子与叶家姑娘向来清白。清白？哼，谁家清白能直接翻墙头啊？啊，我家闺女就做不出这种事儿，还是说大户人家就这教养？这位婶子说的是，我家里的教养就是太好了，才让我干不出去看男子床底的事情。不过婶子啊，你好歹这么大年纪了，就算家里男人不行，你也不能盯上人家未婚娶的少年郎啊，这不是欺负人家年纪小吗？你胡说八道什么？